无数的夜里，陈小娟都会想着，如果人生能重来一次，她一定会有不一样的选择。或许上天听到她的心声，因此给她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。自从加入光明之家的自救会后，陈小娟开始觉得生活有了重心。早上，她替小孩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。王明阳闻着香味而来，兴奋地说：“妈妈，今天的早餐看起来好好吃。”陈小娟将煎好的荷包蛋餐盘放在餐桌上，对着小孩笑着说道：“煎得不是很漂亮，我好像太久没做饭，感觉有点生疏了。”说完，又笑着转去开冰箱门，想拿牛奶出来。王明阳小心翼翼地看着妈妈，然后乖巧地将书包放在另一张椅子上，坐了下来吃起早餐。加了生菜的鲔鱼蛋三明治，像是很久没吃到的美味。王明阳吃着吃着就掉下眼泪。陈小娟见状，赶紧放下手中的牛奶盒，吃惊地用手抹着王明阳脸上的泪痕，说道：“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”王明阳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妈妈看起来很开心，妈妈心情好多了吗？”小孩懂事的话语让陈小娟顿时无语凝噎。她知道自己最近过得很是糟糕，不仅懒得出门，也不想洗澡，甚至已经很久没有跟小孩好好说话了。这段时间，王明阳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，有时还会来关心照顾她这个妈妈，对她说话总是谨小慎微，甚至不敢多问顾小阿姨的任何事。他记得之前有天晚上，王明阳因为躲在房间里的妈妈看起来很是吓人，想起顾小阿姨曾经跟他说过，如果你有任何时候想找阿姨，记得一定要打电话给阿姨，阿姨一定会过来找你。他便拿起陈小娟放在客厅茶几上的手机，然后想要打电话给顾小。在顾小接通后，他一时之间不敢说话，却听到顾小在另一头说道：“你可以不要再打电话来骚扰我了吗？你每次都打这种无声电话。”电话另一头的顾小像是敏感地听到小孩微弱的气息，他立即换了语气说道：“是明阳吗？你还好吗？阿姨刚才不是故意凶人的，我只是……”听到顾小柔软的声音，王明阳红着眼眶想要说话时，放在耳边的手机被人夺了过去。蓬头垢面的陈小娟愤怒地站在王明阳身后，她紧握着手机，大声质问小孩：“你打电话给谁？你在跟谁讲电话？”王明阳被陈小娟这么一吼，简直被吓坏了。他瞬间皱起了脸，大哭起来，然后害怕地跑回自己的房间里，把房门狠狠地关了起来。然后他听着房门外，妈妈正在对着手机里的顾小阿姨破口大骂：“明阳她很好，关你屁事！你这个贱女人，不要再多管我家的闲事。你要是敢靠近明阳一步，我一定会报警，告你诱拐小孩。”陈小娟那可怕又低俗的话语，让王明阳的心像是汪洋中载浮载沉的破船，顿时依靠的心灵焦急地想着，他以后是不是不能再找顾小阿姨了？妈妈以后是不是会越变越奇怪？害怕的王明阳颤抖着用脆弱的小手想堵住房门。他觉得妈妈不是原本的妈妈了，妈妈像是被怪物侵占身体，变成另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了。陈小娟想起了前阵子自己在孩子面前的失态，那天晚上她对着手机大骂着顾小，随后就听到小孩用力关上房门的声音，砰的一声，她的心也漏跳了半拍。虽然嘴巴上仍是不饶人的怒骂，但她的表情却从狰狞瓦解成黯然神伤。她其实一直都把这件事放在心里，也知道自己当时做错了事，
因此他走向边吃早餐边掉泪的王明阳，把他揽在自己的怀里，安慰地轻抚着他的背。王明阳用小手回抱着妈妈，哭着说：妈妈没事就好，我好担心妈妈。妈妈没事，妈妈以后不会再那样了。陈小娟心疼地低头亲吻着小孩的头发，她下意识的动作却是王明阳久违不见的亲密。她抱着妈妈的小手更紧了。今天是陈小娟第2次来到这个地方，她站在看守所前，孤独地身影手持着自己做的看板，看板上写着：我是受害者，神棍害我家庭破碎，还我血汗钱。在大太阳底下，他无声地拿着看板静坐着，在他的眼前是有着几十人声援神棍宗师的团体，相形之下，他显得是如此势单力薄。过去他们都是光明之家的信徒，甚至几个月之前，陈小娟还是站在声援宗师团体的行列里，现在她却站在他们的对立面，这让陈小娟的形象显得有些黑白不分，甚至引起某些特定人士的不满，决定在关押神棍宗师的看守所前静坐抗议，是陈小娟自己的意思。因为声援神棍宗师的道友团体从一开始就掌握了媒体流量，这也是他之前为何能在媒体面前公开为宗师辩白的原因。现在他选择站在自救会这一边，为了反制，也为了抬高自救会的声势，他学着那些声援神棍宗师的团体一样，画葫芦地在看守所前静坐抗议。上一次陈小娟获得前来采访声援宗师团体的媒体注意，也被采访并又登上了媒体版面。今天戴着遮阳帽的陈小娟又出现在看守所前静坐，而不远处声援宗师的团体，他们个个交头接耳。她瞧着他们无可奈何的样子，也不以为意地继续低头静坐抗议。这时2个手捧着鸡蛋篮子的高壮男人出现在陈小娟的面前，然后疯狂地对着她猛砸鸡蛋，嘴里更是吐出秽语：你这个骗子，说谎的骗子，臭婊子！陈小娟被砸得满身腥臭，她忍不住拿起看板想挡下无理的攻击，却被其中一个男人扯下手中的看板，然后继续对着她猛砸鸡蛋。鸡蛋的硬壳能是把她砸得生疼。在她快要承受不住想要哭出来时，一个高大的身影护在她的身前，左指文将她揽在自己的怀里。陈小娟有些吃惊地抬头看着他：子文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警察来了，太好了。左指文没有回答他的话，反而是看向已走上前来的警察，而那2个高壮的男人却慌张地想要逃跑。警察连忙追了上去。你还好吧？左指文这时才低头关心着陈小娟。陈小娟看着她被鸡蛋砸得稀碎的后背，她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。